趁现在房价低，我花40万在长启老小区买了户30一厅的房子。搬来第1天，对门李老太就拿着4000块钱，非要我把房子卖给她，还振振有词。网上专家说了，咱们这片房子降到了4000块钱，给你4000，赶紧把搬走。我住，什么情况？这年头倚老卖老都升级到明抢的地步了。我懒得搭理他，直接去敲他家房门，有孩子吗？出来管管你家大人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好呀。此刻的你，是刚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，正窝在沙发里放松，还是在某个安静的角落，想暂时逃离外界的喧嚣呢？无论你身处何方，此刻请试着放慢呼吸，欢迎来到心灵小书馆。这里没有厚重的典籍，没有复杂的理论，只有一本本藏着温柔与力量的小书，和一段专属于你的与心灵对话的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101李老太说的那条视频，我也刷到过。视频里说，房子总价比先前降了4000块钱，降了4000，跟降到4000能是一个概念？那我不管。李老太搡了我一把，我搁这儿住30多年了，我没点头就不算数，要买也得我同意。你同意？是你房子吗？跟你有毛线球关系？还你同意？少跟我耍疯，我跟你说不着，让你家孩子出来。我继续敲门，李老太呲着黄牙凑上来，家没人，敲也白搭，就说你卖不卖吧。我卖你老母。什么人啊这是？不卖也行。李老太不屑地哼了一声，撩开衣襟，从裤腰里抻出皱巴巴的一张纸，在我面前抖了抖。住户须知，好好学学，也不管我什么表情。李老太清清嗓子，一字一句念起来。住户须知第1条，102自搬来之日起，必须将自家南北阳台罩子底下空地无偿提供给101使用，期限为102卖房搬走为止。第2条，李老太还要念，我拦住，我花的钱，屋子里面是我的，阳台罩子下的空地也是我的，凭什么白给他用？不用也行，要么签字，要么卖房。李老太一手须知，一手抖了抖钱，斜愣眼看着我，2选1，今天必须选一样，要不没完，以后你也别想消停。望着李老太猖狂嘴脸，我这才恍然大悟，怪不得中介只要1半费用，房主还主动抹了2万房款。我还以为大环境低迷，房子不好卖，我捡到宝了。感情闹了半天，这是块烫手山芋，是卖不出去的危房。合住我花40万，买了个马蜂窝。天了噜，我可没工夫陪你老磨牙，我懒得跟老太太废话，把须知抢过来，团吧团吧扔他身上。有病您去医院，没病一边滚粪球玩去，少跟我这儿装傻充愣胡搅蛮缠。卖什么疯？哟，你个骚货敢骂我？李老太莫成想我能贴脸开大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脸长得跟紫茄子似的。信不信我把你家烧了？我还真不信。从兜里掏出手机，点开视频录制。你烧，我马上报警。老小区闲人多，我们又在1楼。这一闹，门口早围上来一群看热闹的。这代一自成一派，谁都整不了他。他拉着拖鞋的精神小伙，抬腿跨骑在自行车后座提醒我。围住的邻居跟着哄笑。另一个满头碎卷，抱着小狗的大姐问：102又换人了？这才几天啊，这个也涨不了，干仗时候在后头呢。搭话老头扬扬下巴：101有自己小99，嘿嘿，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最早看房，李老太给我第一印象，刁、厉害、恶婆婆那种。当时我也没太往心里去，左不过是个邻居，
好相处就多走动走动，不来往也无所谓。井水不犯河水，他过他的，我过我的。李姨那人人品不坏，就是脑袋有点轴。管我们这栋的楼门长吴大姐，拿着户口底册上门登记资讯，听我跟她讲了白天发生的事儿，接过茶杯，笑呵呵说道：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，近邻不如对门。你和李姨也算不打不相识，你年轻，多让着她点儿。邻里之间闹矛盾，往往都是多一句话少一句话的事儿。况且李姨那么大岁数，真闹起来，你还真一点便宜占不了。吴大姐挺善解人意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李老太是他妈呢。我没想占谁便宜，可我也不想吃亏。凭什么让？就因为我年轻，年轻就得忍着，让老的可劲儿霍霍。哪家的规矩？这个李姨爸一直有执念。吴大姐呷了口茶，他家一室，地方小，住不开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呢，一直想把102买下来，中间墙一砸，两家变一家。前2年房价涨得太厉害，他嫌贵，没舍得。现在便宜了，又被你买了。打住！我把揉得皱巴巴的住户须知拍到吴大姐面前，说那些一点用没有。现在102是我的，我花钱买的，他原价买我都未必卖。再说他家能不能住得开，那是他的事儿，我没义务同情可怜。这话没毛病吧？没毛病，绝对的啊！吴大姐匆匆扫了眼住户须知，尴尬咧了下嘴。你不知道，咱社区有些特殊，最早是企业出资给职工建的福利房，这些老户原来都一个单位。李姨几个儿女挺出息，他呢也是有点仰仗，爱咬尖儿。这些年大家都习惯了，都不跟他一般见识。你刚搬来，我也是好心提个醒儿，能让的咱就让让，门对门住着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让一步也少不了啥。再说现在谁敢惹这帮老的？地上一躺，黄金万两。小女孩被吴大姐拉开，赶紧上学去，大人的事少管，打死你！小女孩临走回头狠狠瞪了我一眼。居委会工作人员劝李老太，什么事咱们起来说吧。李姨躺着解决不了问题，影响也不好，让他给我赔钱，不赔我就不起来。我碰都莫碰他，这就讹上了。瓶子纸板不是钱，那捆报纸不是钱。李老太一咕噜坐起来，你给我甩出来！被别人捡跑的，一共16个塑胶瓶，3个玻璃瓶子，还有4大块纸板，你不赔谁赔？我一听，气乐了，真的是气乐了。不是你先占我家地方，我能扔你东西，那我不管。李老太抖了抖手里破编织袋，你莫啥损失，我可是实实在在丢东西了，不赔保准不行。骗警的意思让我们自己协商解决，本身也不是多大事，我不协商。李老太把袋子往我脚下一扔，掸了掸衣服上的土，100块钱，我也没多管你要，你看着办。反正我老太太有的是时间。看着手机上被我按掉的5个未接来电，再看看李老太得意的嘴脸和来调解那几个人无奈的表情，以及围观群众看热闹不嫌事大蠢蠢欲动的样子，再纠缠下去，我更不好收场。好，我给。李老太莫想到我答应这么痛快，要反击的表情一致，马上换上一副洋洋自得的嘴脸。她袋子里的东西，包括袋子，都得给我。我转向那几个调解的，今天我认倒霉，将来李玉珍或者她家里人再因为这个跟我闹，你们都是见证。李老太接过100块钱，那叫一个得意，甩着钱在周围人面前走了一圈。小家却斗不过老家贼，跟我叫板，哼，死路一条。
又凑到我耳边，3900了，你房子莫卖，我倒先赚了100，知道对门是什么样人，我心里就有数了。我买回来摄像头，房门口和前后窗户都装上，又找装修师傅，把防盗窗下面空地直接砌砖封死，防盗窗再安上钢丝网。我家叮叮当当，李老太进进出出偷瞄过几回，我就当没看见她这个人，跟其他人该说话说话，该聊天聊天，她想当臭狗屎，我离远点就是了。这天下午，我送完女儿上学，刚进家，砰砰砰，敲门声很不友好。我打开房门，李老太领着一个穿物业工服的小伙子，还有吴大姐站在房门口。就他，李老太侧身指着我，对小伙子说：“大中午不睡觉，哐啷哐啷瞎折腾，我心脏病都犯了，这不鬼扯呢吗？别说今天，就是前几天干活，我跟师傅都约好了时间段，绝不扰民。女儿月月上3年级，是个文静的小姑娘，我们娘俩中午吃完饭，都有午休的习惯，哪有像李老太说的哐啷哐啷，明显就是老太太找茬。小伙子先自我介绍，说他叫张涛，接李老太投诉，他和楼门常过来处理一下。看吴大姐一言难尽的表情，我心里顿时明白，这是居委会不爱管，推给物业了。刘女士，这位李阿姨投诉您动静大，扰民，有这么回事吗？莫等我开口，李老太抢先说道：“怎么没有？这是事实，不光我听见了，楼上也都听见了。不信你问去。”问个鬼！这个楼门的住户，不是烦他，就是怕沾上他，惹一身骚，躲远远的，根本不会有人替我澄清。是，有这回事，我承认扰民。我平静地回道。这下轮到李老太蒙圈了，她找个莫须有的罪名，无非想惹怒我，钻空子再恶心我一次。莫成想，我解释都不解释，直接认了。3个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他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继续。我一手扶着防盗门，一手撑门框上，依旧平心静气。还有事儿吗？您承认扰民？张涛反应比孙老太快些。对，扰民这种行为是不对的。既然您承认，李阿姨的诉求是您必须给她赔礼道歉。不可能，你看看，看看，扰民还不道歉，这什么人呐？这是，这种人就不该在咱们社区住，物业就该把他清走。李老太两手叉腰，眼睛瞟向张涛，一个劲儿地给他递眼色。刘女士，扰民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您道个歉，以后2家还是好邻居，有证据我就道。我打了个哈欠，否则免谈，咽不下这口气就告我去。我建议直接去法院，不就是耍无赖吗？耍呗。李老太吃了闷亏，不可能善罢甘休。我提了12分的精神，每次出门都不自觉点开手机家里的视频监控，生怕对门趁我不在家又闹出什么闷蛾子。这天周六，我临时有急事必须出去处理，家里剩月月一个人，我不放心，提前跟前夫联系，他说来接女儿，让我尽管去。忙完事儿往回走，我打开手机，点开家里监控一看，顿时血往脑门上涌。视频里，李老太和一个穿装修公司名字马甲的人出现在我家卧室，女儿月月紧张地跟在他们身后，亦步亦趋。我顾不上质问前夫，疯了似的往家赶。月月进家门，我先抱住委屈的女儿，上下打量，确定她没事后，转向李老太：“谁让你进来的？滚出去！”装修的吓一跳，看了看李老太：“你闺女给我开的门，我可没私闯民宅。”李老太嘴一撇，指了指卧室衣帽间：“
像没看见有我这个人似的。对装修师傅说，就这道墙，我的意思是凿它，跟我那屋连起来，再扩一下，就什么都有了。装修师傅胆怯地望了望我，没接他的话。有什么？你有病吧？我冲到李老太面前，指着他的鼻子，你敢凿？这是我家。李老太扑哧一笑，我也没说是我家，就是提前看看，心里有个数。我抓住李老太胳膊，就往门口推，别碰我啊！我倒地上就不是100块钱的事了，还他妈敢威胁我！你莫经过我同意，骗孩子开门，我没打你都算轻的，你还敢讹我？装修师傅连连摆手，可跟我没关系啊，不关我的事儿。说完，一溜烟跑了。李老太站在自家门口，嬉皮笑脸，你打我啊？打我你家房子马上归我，我巴不得你打我呢，真是死不要脸。月月特内疚，说妈妈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还以为是爸爸。我够不着猫眼，孩子拱在我身旁睡住后，我有片刻的后悔，当初买这儿主要看好社区地段好，片里的团小不但是区重点学校，还是全市第一家引入 AI 辅助教学的小学。长启社区配套设施也全，医院、学校、社区食堂、超市、街心花园什么都有。买房之前什么都考虑到了，就是没想到会摊上这么个混不吝的邻居。总不能因为一个老太太就放弃吧？我不甘心。周三下午放学，月月要跟几个小伙伴去街心花园玩，尽管有同学家长跟着，我还是不放心跟了去。几个小丫头捉迷藏，刚玩一会儿，不知从哪儿跑过来一条大黄狗，吓得月月大叫一声，直扑进我怀里，指着狗身后，哆哆嗦嗦地说：“对门的奶奶。”李老太在不远处哈哈大笑，大宝真调皮，太可爱了。什么时候他家养狗了？大黄狗耷拉着舌头，嘶哈喘着粗气，冲孩子们一通狂吠，4、5个小女孩都被吓坏了。我把月月交给其他家长，走过去挡住黄狗，你这人怎么这么没素质？挺大的狗不拴绳，看把孩子吓的。李老太哼了一声，大放厥词，我看你闺女也挺大，你怎么不把她拴上？说的这是人话。你个老混蛋，你比我姑娘还大，你家里人怎么把你拴上？怎么地？绳不够使，没给你留，我白给你2根儿，狗1根儿，你1根儿。要不……李老太被我对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不拴怎么了？就不拴，又没针咬着，娇气个啥？针咬了你赔得起，把你卖了都不够赔。说着我掏出手机，要给城管打电话。李老太腰一掐，脖一梗，谁来也管不着，我拴我自己家门口，怕你就别回去。自生了月月，天底下就没有我怕的东西，狗还能吃了我不成？我们正吵得不可开交，颠颠跑过来一个老太太，老嫂子，狗害我吧，感情是人仗狗势。李老太一次次挑战我的底线，真把我气坏了。第2天送完月月上学，我直接去居委会，负责我们那片区域的小组长姓唐，30多岁，他叫来吴大姐，把我领到会议室。李玉珍不只是我们组，也是整个社区刺头。小唐摊开笔记本，边说边记。吴大姐跟他打了20年交道，也都头疼得很，实在没有好办法。小唐让吴大姐给拍他接待来访的工作照，解释说这是工作留痕，他已经对我和我女儿的生活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。我来是希望居委会出面帮忙沟通。他糊涂犯浑，我就找他儿女，总不能任由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别人还活不了。喝水，喝水。吴大姐见我情绪有些激动，
忙把水杯推过来。不是着急的事儿。小唐合上本子，以前他闹得凶，我们也找过他子女，他儿子当我们面，也说他，可根本不管事。回去他做得更厉害，对门实在耗不起，只得搬走。行，我明白了。居委会是想让我知难而退，跟以前住户一样，忍不下去就搬。我要李老太太孩子联系方式，我自己去沟通。那给不了。小唐坚定地摇头。上次他儿子就说了，说我们这是泄露隐私，差点告我们。办事处领导开会特意强调，让我们注意调解方式方法。谁还敢给啊？好，都会明哲保身，恶人有人保护，合住我们老实人挨欺负就得自己扛。我找到那天看热闹的精神小伙，给他买了盒好烟。李老太儿子在办公大楼哪层办公，他女儿哪年离的婚，他又是怎么欺负的原住户，都一五一十告诉了我。我直接去他们企业办公大楼，找李老太当官的儿子，看到门上挂着部长办公室以及李老太儿子姓名的牌子，我心里笃定这次莫白来。名头这么大，儿子应该是李老太的七寸，我就找他谈话还算有效果。这几天虽然进出碰见，老太太依旧用挑衅眼神藐视我，至少行为动作上莫越格，我也能放松一下，喘口气，心不静，真内耗。下午放学，我在家提前做好月月爱吃的小蛋糕，去校门口接她。随着大批放学孩子陆续走出校园，迟迟不见月月身影，我有些着急，跟保安大哥打好招呼，正要进去，月月背着书包从教学楼出来。她没有像往常那样张着手臂跟小鸟似的扑进我怀里，叽叽喳喳说个不停，而是垂着头，小脸蛋上似乎有泪水流过的痕迹。我问她今天过得怎么样，小家伙嘴唇动了动，最终只是挤出一个勉强的微笑，轻轻摇摇头，说还好，没时磨。回到家，我先给月月端来小蛋糕，看她慢慢吃，然后对她说，我看你今天放学似乎有心事，需要我柳大小姐帮忙吗？乐意效劳哦。月月听我这么一说，绷不住了，嘴一撇，眼泪掉了下来。妈妈，今天孙子涵当着全班同学面说你是爱嚼舌的老混蛋，我是你养的小混蛋。孙子涵还不让别人跟我玩，他还揪我头发，打我后背。我告诉李老师，李老师没说他，说我挑事儿。妈妈，什么叫挑事儿？听完，我心中跑过10000匹羊驼，顿时头皮发麻，有想打人的冲动。我查看了月月的身体，没有明显外伤痕迹，揪着的心放下一半。月月吃完蛋糕，跟往常一样，嚷嚷着看动画片，俨然忘了在学校的不快。我拿手机进到卧室，关上房门。我没有李老师手机和微信，只能先在班级群里艾特了他，让他通过我的好友请求。过了半个多小时，李老师才在班级群里艾特了我。什么事？下班后不处理班级事情，也不私聊，有事明天学校说。我理解老师一天很辛苦，需要自己私密时间，就算我心里再着急，也只能等明天了。结果刚过了末10分钟，一个学生家长在群里艾特李老师，说他家孩子今天在学校跟同学吵架，回家一直哭，晚饭都没吃，问老师怎么回事。李老师秒回，还让家长加他微信。哎呀我去，这么明显的吗？我又艾特李老师，我是江新月家长，我需要跟您了解一下我女儿今天在学校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不想影响其他人休息，希望您加我微信，咱们私聊。结果就是我都困得挺不住了，李老师也莫搭理我，班级群里静悄悄，一宿没睡。
早上，我跟门卫说明情况，陪月月一起走进学校。我在办公室等到快半个小时，才见到月月的班主任李老师。莫等我开口，李老师手一摆，态度冷淡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从女儿转到这个学校，我只在报到那天见过她一面，自认平时配合老师工作，做得也挺好，不存在有开罪她的地方。灵光一闪，我猜可能跟对门李老太有关。好啊，那咱们就开门见山。我拉过旁边椅子，坐到李老师面前。莫等我继续说，李老师咳了一下，打断我：我已经处理完了。江新月回家莫跟你说吗？很简单，没什么需要解决的。很简单，不需要解决。孙子涵先动手打的江新月，还鼓动全班同学孤立他，这就是霸凌。我想知道李老师您是怎么处理解决的？还有，我要求调监控，限孙子涵家长，请李老师联系。孩子被打骂，不跟家长联系，说明情况，轻飘飘一句处理完了就算了。2个孩子我都教育了。孙子涵家长说，他昨天回家就病了，今天莫来上学。什么？我女儿是受害方？为什么要跟霸凌者一起被教育？她有什么错？你不觉得你的方法欠妥吗？这也太奇葩了。你是老师，不是端水大师，我有什么欠妥的？江新月妈妈，你不要太搞笑，只听自己家孩子说辞，你怎么知道他说的就是真相？我问过其他同学，大家都说是江新月先招惹的孙子涵，孙子涵没办法了才追过来动的手。你自己家女儿没问题吗？你还跑来质问我，真有意思。就算月月有错在先，可她没动手，挨打的是她，受辱骂的也是她，我女儿是受害者，我要了解情况，有错吗？还有江新月妈妈，李老师双臂抱胸，父母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，不要一出事就找老师，反思反思自己平时一言一行给孩子带来的影响。想要孩子诚实，做父母的首先不能说假话，想让孩子孝顺，你们自己得先懂得尊老爱幼，你做到了，孩子才能做到。别一有事就知道来找学校，先检讨检讨自己，这大帽子扣的很明显了，意有所指，那就接招吧，还能怎么样？我就不信一个老太太真能手眼通天。我找到校长，要求调监控，可非常不巧，学校准备粉刷楼道，监控拆了，我要看教室里的监控。校长说，为保护未成年隐私，教室里的监控只在规定时段内启动。月月被打，不在此时段内。校长无奈，我只能说非常抱歉。月月妈妈，李老师，我们已经做停课处理，稍后他会亲自给您道歉。至于孙子涵，他家情况比较特殊，他父母常年外地施工，他奶奶心脏搭过桥，也管不了他，所以没办法来学校见您。对我提出的，让孙子涵给月月道歉。校长又说，据我了解，孙子涵昨天回家后悔的一直哭，家长说他病了，今天莫来上学。您看，校长老练的眼神望着我，我女儿被霸凌，就这么轻飘飘处理了。行，都这么完事吧。我给了精神小伙3000块钱，让他找几个赋闲在家、热心助人的姨姨大姐们。监控不好使，目击证人总可以吧？不到1天，就搜集上来20多条学生的证言证词。我拿着这些证据，再次找到校长，就一个要求，让霸凌者当着全班同学的面，给我女儿道歉。如果校方再以任何借口偏袒，我就上教育局找去。实在不行，信访局我也可以。我不信莫说理地方，我女儿不能白白被欺负。孙子涵跟月月在学校少有交集，
月月性格温和，更不会主动挑事，这背后一定有鬼。校长把哭哭啼啼的孙子涵带到我和月月面前，莫等我开口，孙子涵自己就先承认，是李老太孙女让他这么干的。我要是完成任务，他答应送我一只蜜袋鼯。孙子涵奶奶佝偻着腰，一个劲儿给我和月月赔不是，并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。看着眼前一老一小，我心里挺不是滋味。孩子的教育真的不容忽视。从学校出来，我陪月月去街心花园玩，顺便消化一下负面情绪。眼看天渐渐黑下来，我喊月月一起回家。刚到家门口，跑在前面的月月突然刹住脚，惊恐叫了声妈妈，指着门把手，吓得往我身后退。看了一眼，我嗓子眼一紧，差点吐出来。门把手上挂着个小笼子，里面赫然是一只血淋淋的蜜袋鼯尸体。门框上方的摄像头也被敲碎了。手机上查看到的最后画面是一根棍子伸上来，反复用力打碎了摄像头，人脸陌路，远景也无奈。让我想想跟谁结了怨，被这魔报复，不用想，指向性够明确，除了对门还能有谁？月月吓得不轻，说什么不肯进屋。我联系商家，重新换了一个自带监控的防盗门，又叫来老爸老妈，让他们陪月月在旅店住几天。缓缓，剩我一个人，没什么顾虑了。我从网上下载了一些灵堂或墓地常年御用的曲子，设成回圈播放，把蓝牙音箱贴到跟对门相隔的墙角，声音不大，不扰其他住户。我睡次卧，关上房门也不影响。正道仇君子，阴招对小人，被他恶心这么久，也该我恶心他了。天没亮，就听对面门响，谁家缺了大德，整宿不睡，放他娘的哀乐，发丧滚你妈火葬场豪去。楼道里静悄悄，李老太这一拳打在了棉花堆上，砰砰。不一会儿，我家房门被拍得山响。出来，就你他妈害的老娘，好一宿，你个骚货！新买的防盗门品质贼好，爱拍拍去，我就不开。李老太快气疯了，更起劲砸门，更大声骂我。整个楼道都回荡着他爹长妈短的骂声。这么大动静，楼上邻居陆续被吵醒，有人嘟囔着走出家门，有观众。李老太骂得更起劲了。终于，楼上不知哪家男的受不了大喝，闹啥呢？让不让人睡了？我骂霍霍我的，关你屁事。李老太回怼，废话，你影响我休息了，怎么不关我事？有本事住别墅去。我就骂，怎么着？吵吧，吵起来才有意思。我打开房门，李老太顺势就要往里冲。就是你家嗡嗡一宿，要死啊！真当我好说话了？我一把把他推出去，走城门呢你！我让你进了吗？楼上的住户陆续都聚过来，七嘴八舌嚷嚷开了。报警！什么东西？天天折腾，谁该你的？作死呢！碰上这么个玩意儿，倒血没了，赶紧报警吧！狂成啥样了？地球都装不下他了。李老太再怎么撒泼，也架不住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数落。他回过头，直接把矛头对准我，冲我家防盗门就是一脚。就你家放的哀乐，我一宿没睡，心脏病都犯了。我转头问大家，你们也都听见了？没有，我家啥也没听见，我们睡得好着呢。见鬼了吧你！梦游呢？李老太气得脸通红，非要进我家一探究竟。进去行，可你没资格。我挡在门口，远景我让进，你不行。何况远景来了也没用，谁主张谁举证。单凭李老太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也定不了我的罪。
我确实没罪。当着远景的面，楼里住户纷纷数落李老太的不是，没一个人说我。李老太也没任何证据证明她的说辞。上次蜜袋鼯也是这俩远景出的警，远景教育了李老太几句，大家都散了。吃完午饭，接着放我的护家神曲。没过10分钟，就听哐哐2声巨响。我打开监控一看，李老太抡着铁锤，正砸我家防盗门。先保存视频，接着报警。等远景来的功夫，把视频发到社区居民群，唐组长吴大姐，强烈要求他们联系李老太儿子。再没人管，我就按自己方式解决了。群里大伙都是证人，由他引起的后果我概不负责。远景来了，李老太把自己孙女推出来，你说，你跟远景说，你是不也听见了？孩子估计刚午睡，打着哈欠。木讷点头。远景问什么他都点头。我联系了，他儿子说管不了他妈，让我们看着办，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。小唐为难地看看我，又看看远景。我明白，他还是想让我妥协。好，没人管是吧？我从吴大姐手里夺过李老太的铁锤，冲她家门就一锤。她家铁皮门没我家品质好，立马凹进去一块。远景过来拉我，大姐别冲动。我顺势往地上一躺，没天理啊！欺负我孤儿寡母没人管，逼死老实人，我不活了。李老太稍一愣神，也嗷一声躺我边上。鬼哭狼嚎起来，围观群众纷纷掏出手机，有起哄的，有叫好的，那叫一个热闹。我和李老太双双被带到派出所，调解没用，他恨我，我恨他。远景把我们俩分开，单独劝我，让我先答应赔偿，主动退一步，然后他们再劝李老太。我还退，都起我脖子上拉屎了，我还退。我给远景看手机里存的住户须知，还有李老太趁我不在家，带装修师傅到我家商量凿墙的监控视频，还有门把手上蜜袋鼯的尸体照片。我搬来第1天，李玉珍就要拿4000块钱买我40万的房子，我不答应，就各种恶心我。就这你们还让我退，我退哪儿去？爱怎么判怎么判。他不给我赔门，不道歉，我没完。这话不是我说的，是李老太说的。他先砸的我，赔也是他先赔先道歉。他没完，我还没完呢。这是我说的。打了半天罗圈架，我和李老太谁也不让谁，最后还是由居委会出面走调解程式。调解不成，你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，不过对方是老年人，派出所同志稍作停顿，判决或处罚，我们都会在法律允许范围内，考虑他身体承受能力等因素，再做出合理公正的处罚决定。执法不光要讲规矩，也要考虑实际情况，这道理我懂。可像李老太这种不知好歹的老人，我要再继续容忍，只会助长他嚣张气焰，更跋扈的没边了。这次他不道歉不赔偿，我绝不姑息，一定硬刚到底。你也砸他了，两清了。小唐苦口婆心，如果真走司法程式，他反手再把你告了，留案底了，将来你女儿考公当兵一定受影响。可别意气用事啊，刘姐。我砸他我认赔，该他赔的一样也不能少。我就是为了月月，才不能认怂。再说我清清白白没做错事，凭什么怕留案底？李玉真不赔偿不道歉，我就起诉，这就是我的态度。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不到1天时间，我要起诉李老太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社区。月月那儿有我爸妈，担心她在学校再被有意针对，我把保护她的任务交给了精神小伙。超能力最有效，
我让小伙子找几个5、6年级大男孩，每天课间加餐的时候，轮流给月月送鲜奶和小蛋糕，不用说什么，把东西放他书桌上就行。事实证明这招非常有效，有效到校长和李老师天天跟我汇报月月在校情况。我更没顾虑了，一门心思做好跟李老太打官司的准备，并放出风，不管结局如何，我都会在某音某手某书上持续放料。公道自在人心，年龄不是老人作恶的遮羞布。法治社会，默人搞特权，老人犯错一样制裁他。社区微信群里已经有人在支持我。终于有一天，李老太和他儿子敲开我家房门，李部长西装革履，态度诚恳，我妈年纪大不懂事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说着他弯腰鞠躬，郑重向我道歉，随后掏出个信封递过来，这4000块钱是赔您防盗门的钱，再加上这段时间给您添堵的补偿，您收下消消气。我也仗义，当他们面拔掉蓝牙音响上的声卡，服了咱们相安无事，不服再战。我依旧毫不退缩。今天的心灵小书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记得把这份温暖也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人。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，让更多人能在文字里找到慰藉。下一期心灵小书馆，我们会带着新的温暖文字与你相遇，不见不散呀，亲爱的朋友。